嘿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7号星期五，我其实还没开始上班，我们多放几天。屏幕前的那个小伙伴上班了。为什么天这么黑就开机呢？给大家看看大阪马拉松32公里这大坡，好久没来了。换个视角啊，到时候运动员从那边跑过来，就沿着这条路，这样到头再折返。这个折返大概是3公里。然后折返到这儿右转，就上这个大坡了。看，大概就这感觉。真实应该比大家在屏幕里看到的还要再陡一些，因为这是个广角摄像机。在大阪城见过我的小伙伴，带大家跑一圈，跑那个坡，也比摄像机里陡得多。你就看我的状态，这个坡。就我跟家属那小的折叠自行车，没有助力的，一口气都骑不上来。这个地方正好是32公里，刚过32公里。这自行车都不用蹬，这坡度估计得7%左右，就我骑自行车的感觉，就有点和那个骑 Zwift 的那个，就爬升最多那个 Road to Sky 那感觉差不多。我没看距离，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数据，这个坡有多长。到这儿基本就结束了，我们得等一个红灯，到这儿还是直往前，到这儿这个坡就结束了。再趁红灯给大家看看这个坡的感官。到时候大家在公路上看没，就这样从那边跑上来，特别带劲。这儿已经贴上了大阪马拉松的封路的标了，已经贴了1周了。哎，绿灯，走。基本上你从这坡上来到这儿，大家都累得不行了。但是上完这坡到了平路以后，最重要的是赶紧看看配速，然后找回到自己的巡航速度。也过了这个路口以后，还有一个微微的，现在是一个微微的缓上坡。到这儿才算是真的完全完了。然后前面呢会有一个缓缓下坡，就是右转。前面这路口就右转了，右转之后一直是平路。这个口右转之后，跑到前面再左转，会和大阪的半马重合一段，会和大阪半马的10公里和11公里重合一段。然后呢，就左转了，左转一路跑，就向大阪城的方向了。你看这儿下一点坡，到这儿你成功右转没掉速，大阪马拉松整个赛道最难的部分就顶过来了。今天咱们就早点开机，看看天刚微微亮的大阪，这一片都是生活区，还有学校什么的。大阪就是一个大坡接一个小坡，一个大坡接一个小坡，又刚上了一个坡。距离大阪全马还有2周了，2周02天。大阪全马是2月24号，是一个周一。因为今年那周是一个节日的3连休，所以周一是假期，所以就安排在了周一，这也很不常见。咱们频道应该有不少观众来跑大阪的全马，还有2周，这2周说实话，想在就真正科学的
物理上的把身体再提高一些是很有难度了，几乎就不可能了。这2周的训练主要是以一个调整状态、适应节奏的训练为目标，所以这个周末应该是比赛之前的最后一个长距离了。如果要跑的话，如果不跑就不跑了。最后这个长距离怎么跑？大家参照昨天的节目，因为我在大阪全马前1个月正好是一个半马的比赛，所以每年大阪的全马我都没有那个30公里的测试，所以赛前这2周这个测试，这不叫测试了，对，赛前2周的这个长距离对我来说就很重要。就算屏幕前的小伙伴赛前4周跑了一个高强度30公里，那这周末也可以有一个30公里到32公里的长距离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让身体找到一个30公里左右马配的感觉，然后同时呢奠定一下信心。所以大家可以参照我昨天那种课表，要么渐加速，要么呢就是前面匀速，到最后几公里，最后5公里比较合适，跑进自己的马拉松配速就好了。按照我的成绩，大家可以上下减时间。我说一说，如果是就是我的成绩的话，怎么定配速？如果是渐加速，大家看我昨天的节目就好了，说得很清楚。如果是匀速，那前面25公里大概以4分40到5分之间比较合适。用这个速度来匀速跑一个25，最后5公里去顶到你的马配，比马配再快几秒是最好的。我看这个庙挺好看的，这个叫什么大英寺，净土宗的庙。我不懂这个，我看那个千手观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。这一片都是庙，我这庭院弄得好好看呀！看来有大下坡了。这是这周末的一个长距离，所以今天周5跟大家说，因为大家应该都开始上班了，我都不知道这周末是不是调休，因为我们还休2天，就我其实还没上班。之后这2周就没有什么必要要练的了。如果您有每周像我们一样有固定的强度课的日子的话，那下周是最后1周全力以赴去练强度。下周就赛前那1周就要减半了，至少减半了。就是下周是最后一个强度课的日子。下周这个强度课呀比较的关键，就是你既要有强度，又一定别受伤。就下周不适合减强度，因为你下周减了以后，对您的心理上可能是有一些影响的，可能会觉得突然丧失了一点信心。下周的强度课跑好，信心会大增。但是呢，你可能有时候越想跑好，越容易出一些小意外。所以比赛前就是这样，就跟我半马之前那次似的，我说要冲，要全力冲几组。但是呢，这种全力冲呢，又可能引发，可能有风险。但什么事儿都是风险和机会并存的，差不多就没有了。然后就是减量。然后我现在摸索出的一个小窍门就是，调整状态的一个小窍门。你不能让你的状态现在是最好的，到比赛的时候下降了。就是你可以故意的在日常训练中跑得慢一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我发现，其实我跑得快还是慢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。但是呢，跑得慢的时候呢，会觉得更累，就找这感觉，就诚心给自己找点别扭。然后让你的状态晚一点出来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也只能做到这儿了。你不大可能通过其他的生活节律等等去调整状态了，就不能做到像运动员那样了。
但是我们就尽力就好。然后再检查检查有没有要买的东西，能量胶啊，各种啊。我之前发过一期，如果您是从海外来日本参赛，忘记各种东西或者需要各种东西怎么办，在哪儿买，大家可以看看。那期我觉得说的挺好的，那期就是我以前是不知道的，来了以后才慢慢知道。你们看这些贩卖机，24小时在卖冷冻食品。这种寿司特别好吃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渍的晴雨刺身。看小份的便当。大概从赛前10天开始调整您的训练，就是调整训练周期。如果您是以周为周期的话，就基本不用调。虽然这次在周一，如果您像我一样是4天一个周期，就可以考虑在这周就算一下，然后是加练1天还是早休1天。一般选择加练1天吧，然后把那周期错到哪儿。赛前10天开始慢慢往下减量减强度就好了。这几天我会每天跟大家分享我具体训练的内容和目的。今天的训练内容就是轻松跑一个10几公里，因为昨天的强度比较大。各位如果这周末跑我昨天那种课表的话，那第2天就是轻松的10几公里，减半就好了。像我比方说正常今天应该是21公里，那我今天就跑一个15公里最多了，或者16公里。因为现在我也没算距离，去大本城绕2圈就回家，就没有目标，没有速度和距离的目标。第2天，昨天跑完那种30公里以后，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不要受伤，不要生病就好了。如果您周末是通勤去跑那30公里，比方您坐车去奥森、北京的话，那跑完以后做好安全防护，因为车上有时候就你跑完那段时间，你的抵抗力是下降的，在车上就远离点人呗，别去人太密集的地方，其他都没什么。像我昨天跑完坐车回来，正好是早高峰，那就拿这个脖套把鼻子嘴护住，也就只能这样。刚才相机没电了，咱们接着再收个尾。明天我还是轻松跑，明天对我来说是我的最后一个训练日，之后休息1天就进入下周。下周一的节目再跟大家分享赛前那一周我怎么安排，有什么建议，好吗？一会儿进大本城转2圈就回家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2月7号星期五清晨7点32，训练结束，第3个训练日。因为昨天跑了一个30公里加速，所以今天就轻松跑了15公里多，平均配速4分52，平均心率140，中间时快时慢，有的时候想快就快几百米，然后想慢就慢几百米。这2天大阪城里，因为我可能这2天去的晚，就平常这时候其实我已经都跑完了，看见好多学生就是3两两的，有的特别专业。刚才有一位在我前面，我就看他的那个步幅啊，他那个一步不夸张的说啊，几乎顶我2步，就我在他后边感觉步频特别快，然后但是还没有人家跑得快，就穿了双普通的鞋，然后就跑起来那种轻盈那感觉真是不一样。所以普通人再怎么练，跟人家从小被选出来的这么练的也还是不一样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，还有2周了，这周末可以来一次长距离。然后下个周末呢，一般我们跑团的习惯和我自己的习惯，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加入了这个跑团以后养成的。下个周末会跑一个10公里的，比马拉松配速快10秒左右的10公里。这是下个周末的事情。但是这次不一定会再跟大家预告。未来这2周我们的节目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赛前这2周怎么去训练去调整，好吗？那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回评论，明天再见。